苏婉分派齐王府当差。南星，看见了吧？我早说过，做人得机灵点，我那根金餐子没白费。齐王府水深，你自己当心。原主的记忆里，齐王萧玉虽是如今风头最盛的皇子，却也阴狠毒辣，后院更是妻妾成群的修罗场。苏婉这种自作聪明的人去了，随时会被当成炮灰。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在这宫里没银子没靠山，你就等着去洗一辈子野狐吧。作为从末世爬出来的顶级军医，重活一世，带着这隐藏在掌心的一瓶米微型药田，我要的绝不是锦衣玉食，我要的是命，是绝对的掌控权。北院冷宫缺个送饭的粗使丫头，谁去呀？北院关的不是3个月前被废除的太子萧瑾吗？听说他双目失明，双腿残废，性情暴虐如鬼。上一个去送饭的太监被他生生咬掉了一只耳朵，去那里跟送死没区别。都没聋吧？都不去，那就抓阄。南星，你平时不是最能逞强吗？不如你去啊。废太子虽然疯，但只要他还有弱点，我就有办法跟他做交易。比好身不由己的王府后院，这个瞎眼瘸腿的疯狗才是我最好的跳板。公公，奴婢愿去北院。你可想好了？进了北院的门，生死不论。想好了。真是个蠢货，竟然上赶着去送死。罢了，等你哪天死在冷宫，我兴许会发善心替你收尸。我赌他活不过半年。行了，沈南星，拿上你的牌子，领了10盒，赶紧滚去北院吧。沈南星，别早早断气，我还没看够你的惨状呢。这地狱开局，我接了。下来吧，吃饭了。不管你是睡着了还是醒着，我把饭放这儿了。想活命就自己爬过来吃。萧玉派你来试探姑，他还不死心？齐王还不至于蠢到派一个手无缚非之臂力的宫女来杀你。把手拿开，你捏断我的脖子，今晚连这碗馊饭都没人给你送。哼，一个送饭的奴才，也敢在姑面前大放厥词，姑杀你如屠猪狗！你竟然懂医理，还会认血，你到底是谁？眼腹白沙，瞳孔散光，是中了西域的曼陀罗混杂断肠草之毒，双腿扭曲却未完全坏死。这是被人用透骨钉硬生生敲碎了膝盖骨，再辅以阴寒散阻断经脉，还有你刚才出手的力度，虽然猛，但后续无力，脉象必然虚浮逆流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心口是不是每逢子夜便如万蚁尸感？你果然是他们派来的细作，来确认姑是不是成了彻底的废物。细作，萧瑾，你清醒一点，你现在就是一个眼瞎腿残，被亲爹抛弃，被兄弟踩在脚下的可怜虫。你身上有什么值得我图谋的？图你这满屋子的灰尘，还是图你这碗馊掉的糙米饭？放肆！你信不信姑诛你9族？我信你以前有这个本事，但现在的你连站起来都做不到。我叫沈囊星，一个刚被发配到烈庭的罪奴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嘲笑你，而是为了跟你做一笔交易。交易？姑如今这副鬼样子，能给你什么？太医院不敢治的毒，我敢治；他们拔不出的透骨钉，我能拔。我能保住你的命，甚至能让你重新站起来。大言不惭！就凭你一个罪奴，连天下第一名医都说姑这双腿神仙难救，你凭什么大放厥词？凭我想活下去，凭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世道不自救就是死。你的命现在比纸还贱，与其在这里等死，不如信我一次，我治你的伤，作为交换。他日你若能重见天日，夺回权柄，你要许我一世荣华，绝对的自由，以及任何人都不能践踏我的尊严。别动，想经脉寸断你就继续挣扎。相中，
暂时压制而已。要彻底解毒，需要大量的名贵药材和极为凶险的拔毒之术。萧瑾，活着才有翻盘的机会。你是要当一条在暗处等死的死狗，还是当一头蛰伏待发的饿狼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今晚别吃这烂东西了，伤脾胃。明天我会想办法弄点能咽下去的东西。如果你同意这笔交易，明天我来的时候，你最好别再拿瓷片片对着我的脖子。沈南星，你最好别让姑发现你在骗姑，否则姑就算咬也会把你撕成碎片。你一大早瞎折腾什么？找活路，除非殿下想继续去吃昨晚那种发馊的糙米饭。活路？进了这北院还能有什么活路？你倒是会白费力气。力气废了，能不能活，我说了算。我说了算。这些米已经发霉，幸好我有灵药田，只要找种子就可以催熟。消耗了不少精神力，不过这药田还真是神奇，再加上本来就有奇珍灵药，正好可以用来给萧瑾治病。齐王府果然是天家气派，连下人都比外头的小姐穿得体面。沈南星这会儿怕是在冷宫里啃馊饭等死吧？笑什么呢？规矩都没学好，就在这狐媚作态。奴婢见过王妃娘娘。这点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也敢往头上戴，简直辱没了我齐王府的门楣！举过头顶，跪直了！只要能留在齐王府，总比沈南星强。青石板真冷，膝盖要碎了。这府里到处都是眼睛，熬过去，凭我的姿色，只要王爷看见我，我就赢了。沈南星已经死了，我绝不能输在这里，不能输在这里。起来，把这碗汤喝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药？你从哪里弄来的药？我说是自己挖土种出来的，你信吗？沈南星，你当姑是3岁小儿？小玉手段真是越来越下作了，连毒药都懒得掩饰，直接端到姑面前了。萧瑾，我没耐心和你多解释，我只说最后一遍。我要是想杀你，昨晚拔针的时候，随便一针自破你的死穴，你连叫都叫不出声。你不信是吧？好，喝了，或者你现在就绝食把自己饿死，我也好早点换个主子伺候。你真喝了？你疯了！我说了，我叫沈香行，我的命比你想象的要硬得多。这碗汤是用白茅根熬的，清热凉血。你体内中了曼陀罗和断肠草的火毒，夜夜如万蚁失心。这汤虽然解不了你的根本，但能保你今天不用痛得在地上打滚。萧瑾，收起你那套被害妄想症吧。现在的你除了一身烂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要杀你，不需要下毒，只要不管你，这冷宫的冬天就能要了你的命。喝还是不喝？甚好，姑用这条烂命陪你赌一次。若是你敢骗姑，姑做鬼也要拉你垫背。这到底是什么药？你究竟是谁派来的？我早说了，我是叶庭的罪奴。我祖上是江湖游医，
传下过几个偏方，别人治不了的毒，我能治。不过，毒可以慢慢解，但你的腿不能再拖了。把裤腿卷起来，别动。滚开！不许碰姑的腿！吃死！是。萧玉下手真够绝的，这透骨钉上还淬了阴寒散，不仅废了你的腿，还要废了你的武功经脉。看够了吗？看够了就滚！连太医院的骨科圣手都拔不出这钉子，只要一动，骨就会痛得痉挛而死。沈南星，你的药汤救不了这双废腿。那是他们无能，我能拔，我能拔，不过没有麻符汤，没有金疮药，我只能用银针封住你的痛直大穴，然后用小刀一点点把钉子拔出来。这个过程，你会清醒感受骨肉剥离的痛苦，比死还难受10倍。你是宁愿躺在这里当一辈子废人，任由萧逸踩在你头上，还是赌一把站起来，把该属于你的东西亲手夺回来？沈能行，你知不知道你在玩火？若是站起来了，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杀了你灭口，以绝孤落魄之时的屈辱。你可以试试，不过我保证你会舍不得杀我，因为除了我，没人能把你这条疯狗重新变成高高在上的龙。沈南星，拔钉！只要姑不死，你想要的东西，姑踏平这天下也给你取来。今天晚上子夜拔钉，在这之前，我需要出去一趟，弄点必须的草药和干净的纱布。如果有人来，装死你会吧？姑装死的时候，你还在娘胎里。现在该去解决外部物资的问题了。药田能催生药材，但我目前没有种子，而且凭空变出大量纱布和烈雨会惹人怀疑。在这个皇宫里，唯一能合理获取物资的地方，只有那个负责盗夜香的老太监那里。李公公劳驾停停。哎呦，这位姑娘看着面生啊，北院这安杂地方可不兴多待，当心沾了晦气。我不怕晦气，我只要活命。李公公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要2斤最烈的烧酒，3卷干净的细棉纱布，还有一把拔钉子用的小铁钳，天黑之前必须送到。小丫头，你拿这种东西给咱家，就不怕咱家直接报给慎刑司告你一个偷盗御药之罪？你伺候的那位爷现在可是自身难保。公公在宫里混到这个岁数，最懂得什么叫有利可图。再说了，公公要是真想去告密，刚才摸出这是血灵芝的时候，就已经动手掐断我的脖子了。你的虎口有剑剑，气息绵长，根本不是普通的太监。萧瑾虽然落魄，但他曾经是太子，手底下总有几个宁死不屈的暗桩吧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只要知道，现在只有我能救他。这血灵芝是定金，也是封口费。你把东西弄来，今晚子时我要替他拔出膝盖里的透骨钉。你若不信，就在窗外看着。你最好真有那个本事。天黑之前，东西会放在倒座房的第3个空水缸里。丫头，你最好真有起死回生的本事。若主子有个3长2短，咱家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活剐了你。放心，我比你更怕他死。没有麻沸散，没有金疮药，我只能用银针强行封住你双腿的痛觉穴位。但透骨钉钉在骨缝里，拔出来的瞬间，骨肉剥离的剧痛是封不住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姑的命都在你手里了，还在乎这点痛？动手！放松，肌肉绷得太紧，钳子进不去。钉子生了锈，长在了骨头上，必须硬拔。信，咬我，别咬舌头。小吉，你给老娘撑住！你手臂上的伤，姑记下了。沈南星，从今往后这条命，姑跟你平分。最难熬的一关，我们闯过去了。在末世，
不怕队友狠，就怕队友是个圣母或者废物。萧瑾今天展现的骨气和银枕，证明我这把豪赌赌对了。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，他绝对能把这天翻过来。这北院冷宫困不住一条被重新上龙骨的暴龙，而我将是他重登顶峰唯一的逆鳞。瞧瞧那副穷酸样，想攀高枝却摔断了腿。听说了吗？王爷刚才悄悄派了刺客去北院那个冷宫。去那儿干嘛？那个废太子不是快死透了吗？就是因为快死了，王爷才不放心，派人去给他个痛快，顺便把那个刚分过去伺候的宫女也一并处理了，免得走漏风声。那宫女也是倒霉，今晚怕是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沈南星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死定了！我早就说过，你那是自寻死路。你在冷宫里被一刀抹脖子，而我只要熬过这段日子，凭我的姿色，早晚能在齐王府站稳脚跟。这辈子，你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。迷烟，这点下三滥的江湖把戏，在我这个精通药理的顶级军医面前，简直是班门弄斧。等你好久了，找死！孤的人，也是你们这些老鼠能碰的。好俊的内力，不过你刚才说我是你的人。你左臂受了伤，刚才拔刀的动作慢了半了分，否则这一筷子孤根本不需要出手。你的眼睛能看见了？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，看不清五官，但我能看到你握刀的姿势，很稳。沈南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上药局可教不出你这种一刀封喉的杀招。我说了，我是能帮你把天翻过来的人。至于我会什么，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地上这具尸体。齐王派来的人有去无回，他肯定会起疑。尸体如果留在北院，明天一早禁军就会以搜查刺客的名义冲进来，到时候你伤势恢复的秘就彻底暴露了。既然你敢让孤杀他，想必你已经想好怎么处理这堆烂肉了。当然，殿下刚才那一招英雄救美，我总得投桃报李。尸体交给我处理，我保证，不仅让齐王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还能让他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只要一点点，就能让这具尸体在这个世界上彻底蒸发。化尸粉，孤在皇家秘味的卷宗里见过东西，据说配方早就失传了。你一个猎亭打杂的，怎么会有这种江湖奇毒？世上哪有什么失传的奇毒，不过是几种极其罕的腐生植物提取出来的咸酸罢了。我祖上刚好留了点种子，被我碾成了粉末。杀人不见血，毁尸不留痕。沈南星，你这手段比孤当年身边最顶尖的暗卫还要干净利索。你到底杀过多少人？在我的故乡，对敌人心慈手软，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。我只杀该杀之人。殿下，这世道是个吃人的磨盘，我不狠一点，早就被碾成渣了。说得好，不狠，怎么在这吃人的皇城里活下去？萧玉想让孤死，孤偏要从地狱里爬出去，把属于孤的一切连本带利拿回来。殿下放心，他今晚送了一份大礼来，我不回敬他一下，怎么对得起这份情深？哎呦，婉儿妹妹，你抹的这是什么猫尿狗屎啊？一股子腥臭味儿，王爷今晚可是要来咱们院里查问的，你弄得这么臭，仔细冲撞了王爷，你懂什么？这是我花了1两碎银子托厨房的彩道婆子从宫外黑市买来的御颜霜，
听说宫里的娘娘们毁了容都用这个，只要敷上1个时辰，保准肤若凝脂，连膝盖上的淤青都能消散。这药怎么刺刺的？良药苦口，这肯定是在拔毒。只要熬过去，王爷看到我这副样子，一定会心疼我的。王爷驾到！夜宵迟迟没有消息，北院那边到底出了什么变故？夜宵是我麾下1等1的死士，怎会栽在一个眼盲腿残的废人与一介弱智女流手上？烦得很，找个顺眼的泄泄火再说，泄泄火再说。王爷，奴婢苏婉给王爷请安。什么恶心的丑东西，敢跑到本王面前来作祟！我的脸怎么会这样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丑妇拖下去，扔进浣衣局。没本王的命令，这辈子不许他踏入浣衣局一步。我明明用的是预言霜，是宫里的娘娘们都在预言霜。这个时辰，下房那边有消息了。娘娘那边有信儿了，王爷去了下房院子，正碰上那个叫苏婉的贱婢涂了满脸烂药，脓包糊了一脸，当场把王爷恶恩的踹了一脚，已经发落去浣衣局了，这辈子都别想出来。浣衣局正适合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婢，还想往王爷跟前凑，也不照照自己配不配。娘娘圣明。那瓶预言霜可真是好东西，是吧？从今往后，没人再敢做那飞上枝头的梦了，做那飞上枝头的梦了。姑娘在此等候，可是有什么好消息？木盒里是一株80年的老山参，虚伪俱全，药效极猛。你拿去黑市换成银票，留一半打点宫里的耳目，另一半拿去给殿下昔日的旧部治暗伤。姑娘，这老奴替那帮兄弟给姑娘磕头了。现在不是磕头的时候，这是齐王府夜宵的腰牌。夜宵？他果然派人来了。那尸体已经化成水了。李公公，我要你办事，今晚想办法把这块腰牌神不知鬼不觉地扔进当朝首府，也就是齐王政敌张阁老的轿子里。姑娘这招连环计，老奴叹服。殿下能得姑娘相助，实乃天意。姑娘放心，今晚这腰牌必定稳稳当当地落进张阁老的怀里。李公公，告诉外面那些还在观望的兄弟，最多3个月，我沈囊心会亲手推着你们殿下走出这北院的门。你去找李福了。你身上有工厂外夹道特有的青苔味儿，还有极品人参的药香，年份极老，至少在60年以上。殿下这鼻子比上腰区的提点还要灵。60年，是80年的纯正野山参。你手脚笨得像猪，滚过来！殿下这是要亲自给我换药？你眼睛又看不见？你眼睛又看不见？姑下的是眼睛，不是手。哼！这么深的牙印，沈南星，你当时是真的想废了自己这条胳膊吗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这点伤，换殿下一双能踏皮齐王府的腿，这笔买卖怎么算我都赚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的80年的野山参，就算在皇宫大内也找不出几株，你哪儿来的？我说过，这是我的秘密。殿下只要知道，那株人参我已经让李福带出去了，一半换了银票打点耳目，另一半拿去给那些躲在暗处的旧部治伤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李福把药带给了天机的暗卫？萧玉当初既然能把你废成这样，你手底下那些死忠的暗卫必然也遭了毒手。
没有极品药材吊命，他们撑不了多久。你现在虽然拔了钉子，但要重回朝堂，手里没刀怎么行？萧瑾，我不仅要医好你的腿，我还要医好你的军队。3个月，从太子到废人，以为自己只能烂在阴沟里，可这个女人给了他站起来的希望，还替他收拢旧部。他图什么？金银富贵他都不缺，非要趟着浑水。姑娘，殿下成了。张阁老那边有动静了。那块腰牌昨晚落进了张阁老的轿子里。张阁老是个暴脾气，今天一早在朝堂上借着清查京城治安的由头，指桑骂槐的参了齐王一本。齐王脸色铁青，现在正满城乱抓刺客，根本顾不上咱们这头。萧玉生性多疑，夜游失踪，加上张老头的发难，足够他疑神疑鬼个半个月。李福，外头的兄弟现在如何？殿下放心，老奴都安排好了。姑娘赐下的那半株神药，不仅把赵统领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还治好了10几兄弟的断脉之伤。兄弟们如今都知道殿下在蛰伏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只等殿下一声令下，哪怕是杀进金銮殿，也绝不皱一下眉头。告诉赵雷，给姑死死蛰伏，没有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3个月内，姑会亲自走出这北院。诺，老奴告退。你疯了！透骨钉刚拔，骨头还没长好，你想彻底瘫痪吗？沈南星，你给姑看清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天机谕令，你就这么把它给我了？就这么把它给我了？你敢给姑下重注，姑就敢把命压在你手里。沈南星，这天机谕令是姑最后的底牌，从今天起，它归你管。姑的兵是你的，姑的钱是你的，姑这条命也是你的。但你记住了，你既然接了这块牌子，生生世世就只能是姑的人。你若是敢背叛姑，敢丢下姑一个人跑了，姑发誓，就算把这天下变成炼狱，姑也会把你抓回来，把你死死锁在身边，碾碎你的骨头，让你哪里也去不了。好啊，殿下，这买卖我彻底接了。只要你不负我，我沈南星就陪你杀出一条血路，让你重回那95之尊的宝座，回那95之尊的宝座。2月光阴已过，挺借药田的稀释灵药，萧瑾身体状态也好得差不多了。在礼服的暗中传递下，天机暗卫的伤势也已大好，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，悄无声息地重新铺满了整个京城。又在倒腾这些苦药，姑的身体已经大好，你昨夜熬到3更，今日不许再劳神了。殿下的身体是好了，但外面的戏还得继续演。今天可是冬至，皇上大宴群臣，依着萧玉的性子，他绝不会放过这个在百官面前羞辱你的好机会。圣旨到，冬至宫宴，皇上口谕，请废太子萧瑾入宫赴宴。皇上体恤骨肉亲情，特赐你这戴罪之身赴太和殿赴宴，以彰显我朝，以孝治天下，还不赶紧谢恩？奴婢替主子谢主隆恩。只是主子双腿不便，奴婢这就推主子前往太和殿。手脚麻利点儿，别一身穷酸臭气，脏了太和殿的地砖。
萧瑾，忍字头上一把刀。今天这出戏，哪怕他们把刀架在脖子上，你也得给我演全了。你要记住，笑到最后的人，才有资格决定怎么处置这些跳梁小丑。你放心，姑今天就去看看这群群魔乱舞的恶鬼，到底能唱出什么好戏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不是废太子吗？皇上居然真的让他来了，瞎了眼又残了腿，真是造孽啊！这副尊容也敢出来丢人现眼？嘘，小声点儿，没看到齐王殿下的脸色都不对了吗？哎呀，这不是我那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兄吗？怎么，到了父皇的寿宴上，连站起来敬杯酒的规矩都忘了？本王听说，北院那种连狗都活不下来的地方，皇兄不仅没死，还被一个小宫女伺候得服服帖帖。沈南星，是吧？沈南星，是吧？奴婢贱民，不敢污了齐王殿下的耳朵。哈哈哈哈！你这贱婢倒是有几分骨气。不过这皇城里的骨气最是不值钱。你为了这个残废死守在冷宫，还不知道你曾经的好姐妹如今过得有多快活吧？滚出来！见见你的老熟人！看到了吗，沈南星？这就是贪慕虚荣的下场。本王今天把他带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你跟着这个废物，迟早有一天，下场会比他更惨。沈南星，你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你应该死在冷宫里，你应该烂成一滩泥，一起下地狱吧！来人，把这个在御前失仪、冲撞声势的疯妇给本王押下去，交由慎刑司严加查办，按后宫律令从重降罪。殿下，您的暗器手法越来越出神入化了。姑说过，没人能碰姑的人。萧玉的这身脏衣服只是个开始，今晚这太和殿的血还不够多。皇上驾到！臣等到！臣等恭迎圣驾，恭贺圣万万寿，愿陛下松鹤延年，江山万代。众卿平身，今日冬至乃是家宴，不必拘礼，都入座吧。锦儿，你身子不便，今日能来，足见你还顾念着父子亲情。过去的事，只要你在这北院里闭门思过，朕便不再追究了。罪臣多谢皇上隆恩。父皇，今日乃是佳节，儿臣特意寻访名医，为父皇配制了一副延年益寿汤。此汤用数十种珍稀药材熬制749天而成，只愿父皇万寿无疆。有猫腻。还是玉儿最懂得体恤朕的心意，这皇子之中，就属你最为纯孝。我中的是早已绝迹的见血封喉之毒，毒入心脉，已经没有波了，微臣无能啊！是废太子，一定是他怀恨在心。刚才那汤药在呈给父皇之前，离他的位置最近，必是他暗中勾结妖人，施展隔空下毒的邪术，谋害父皇。
来人，将弑君篡位的废太子以及他身边那个妖女就地格杀，替父皇报仇！父皇报仇！谁敢乱动？皇上还有救！一派胡言！太医院的院看都已经宣布父皇驾崩，你一个冷宫出来的贱婢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你分明是在拖延时间，给本王砍了他！太医院的诸位大人，医者父母心，皇上究竟是死透了，还是陷入了假死归西的状态？这见血封喉之毒，若是毒发前3天没有大量服用相克的龙血香作为药引，根本不可能瞬间发作。皇上刚刚吐出的血中带有龙涎香的异味，这说明毒物是长期且缓慢地进入皇上体内的。谁天天给皇上献上所谓的长生丹药，谁才是真正的弑君凶手！妖女，死到临头还敢信口雌黄，污蔑本王！本王今天就先替父皇清理门户！老三，父皇失口未寒，你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弑君杀兄、踏血篡位了吗？你站起来了！你的眼睛，这不可能！南星，去救父皇，这里孤来平。活了，真的活了！这姑娘是神医在世啊！是啊。启奏皇上，老臣已查明，齐王萧玉丧心病狂，不仅暗中扣押边关军饷，倒卖朝廷战马、中饱私囊，更在今日买通内侍，在皇上的丹药中下毒，企图谋反篡位。这是齐王与敌国暗通窥渠的全部密信，以及死士口供，铁证如山，请皇上过目。逆子，你这个畜生！王朕如此信任于你，来人，摘去他的顶戴，打入天牢，交由3司会诊。按大周律例，从重论处。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是萧瑾陷害儿臣的，父皇饶命啊！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冤枉啊！锦儿，是朕瞎了眼，你是怎么站起来的？父皇，儿臣能站起来，是因为姑的命是这位沈姑娘给的，父皇，儿臣不求什么太子之位。儿臣今日只要一道圣旨，我要娶沈南星，为我此生唯一正妻。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殿下，这天下和这道圣旨，你都要定了吧？罢了，朕老了，这双眼睛是真的瞎了。传朕旨意，齐王萧玉结党营私，意图谋逆，涉夺亲王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即日押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元太子萧瑾沉冤昭雪，仁孝永绝，即日起恢复储君之位，代朕监国。令掖庭医女沈南星救驾有功，医术通神，朕便如你所愿，赐封沈南星为太子正妃。待储君登基之日，亦为大周唯一中宫皇后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老皇帝因身体破败正式退位，新帝萧瑾登基，改元昭明，没有选秀，没有充盈后宫，他用铁血手段罢免了3个企图塞女儿进宫的言官，违抗宗人府所有老规矩，向全天之下宣告，大周的后宫只有沈南星一位主子。苏婉作为从犯被免去死罪，发配到这座废弃的冷宫。直到这一刻，他才终于看清，这里从来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好运。沈南星能从地狱爬上云端，靠的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敢在刀尖上舔血的硬本事。而他自己，曾经不过是个被虚荣吞没了眼睛的人。
但一个人只要还能把手伸进泥土里种点什么，哪怕只是几株苋菜，他就还没有彻底烂掉。北院冷宫困住了很多人，但真正的能困住一个人的，从来只有他自己。皇后不在太和殿接受命妇朝拜，跑来这里吹冷风，可是觉得朕今日的排场还不够大。排场再大，也不过是做给天下人看的。我只是在想，1年前我们还在北院啃长了毛的美米，今天却站在这摘星楼上看万家灯火，这感觉确实不错。萧瑾，你疯了！这是国之重器，你当定情信物随便送人？姑早说过，姑的命，姑的天下全是你的，区区一块破石头算什么？南星，天机谕令你收了，这传国玉玺你也收了，你生生世世都只能与姑并肩站在这最高处，你哪里也去不了。好啊，我的陛下，这万里江山，我陪你一起守。你若敢退半步，有玉玺为证，此生你休想甩开我。